常呢，在家自制鱼丸，这个鱼的部分可能一定要记得去皮，然后去骨以外，这个鱼肉的部分可能要尽量选择这个比较瘦一点的，像草鱼啦，这个鲨鱼啊。还有这个旗鱼都是最常来使用，甚至有人用这个丝木鱼但是用丝木鱼的时候，这个肚子的部分就不要用到。在制作的过程里面那以前传统的手法就是用汤匙刮，然后把这个鱼肉皮去掉，然后这个骨头也剔除那这个鱼肉刮下来，然后再用手去搅打它，大概要搅打到30分钟但是现在人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们会把它交给食物处理机来做。食物处理机因为没有用这个手来这个控制所以可能需要加一些的这个淀粉类。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加太白粉的效果我自己比较不喜欢。我觉得加玉米粉的话就是很嫩口。那如果你喜欢有点 Q 弹的，那你就加这个树薯粉或是这个地瓜粉。那制作这个分解这个过程到底要怎么样在家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做出来好吃的鱼丸了。好，那我们首先呢把这个鱼冰冻成这个半解冻的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点深色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要把它切除，可以留下来煮鱼汤啊什么，这个会影响这个搅打鱼丸的这个颜色，所以我们要去除，我们就把一些筋膜啊比较明显一点的，还有这个有颜色的部位去掉。那剩下的部位我们还有鱼皮都去掉，然后剩下我们就切这个块状那我们首先来备料我们准备的有这个旗鱼肉加鲨鱼肉一共是650公克，带肥的猪脚肉150公克，是水的部分这有200 CC 的水待会儿会把这个100公克的树薯粉，我要加入这个200 CC 的水里面另外就是调味料的部分这个是胡椒盐的部分15公克，也可以用纯的盐。然后呢，这个是鸡粉，我用10公克。40公克的砂糖，蛋白2颗，冰块250公克，香油大概2大匙，适量的白胡椒，因为鱼丸加白胡椒效果很好。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这个吃胡椒的口味来决定放多少的量。所有的材料就是这些了。那我们请大家这个肉的部分呢，鱼肉的部分还有这个猪脚肉的部分，我们都一定要这个冰的半冰冻的状态效果会最好。我们就找一个搅拌机那各种厂牌的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个略为冰冻的这个旗鱼块通通都放入这个搅拌机里面接下来就是这个碎的猪脚肉如果你这个猪脚肉想要使用全部都是这个肥猪肉的部分也没有问题就不用瘦的。那我刚好呢家里有这个有点混的肥瘦参半的这个梅花绞肉我就直接使用它这个胡椒盐。还有呢，这个鸡粉我们通通都进去，然后我们先加入1半的冰块，等一下剩下的1半等一下再放进来我们先放1半，我们现在就要先开始搅打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就打开看起来这个糊糊的状态了好，那我们把剩下的这个其他的调味料全部都放进去可以多放一点这个白胡椒，很合香油剩下的冰块再下去。那我们继续再搅打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鱼肉全部取到倒到这个搅拌盆里面如果里面还有一些的冰块没有关系。刮出来的这些净肉里面还有一些碎冰块也没有关系，就让它拌在里面。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这个蛋白这个拌进去了如果你想要戴上一个这个手套来拌呢，也是没有问题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树薯粉调水的部分，我们要记得要让它变匀一点
好，我们先倒入一部分哦，然后呢，我们先搅拌，让它吸收了以后，我们再倒剩下的哦。因为说实话哦，这个鱼浆哦，它的口感没有办法像这个打猪肉一样那么 Q 哦，我们一定要靠粉类，还有靠这个甩打哈，还有蛋白，才可以让这个丸子哦稍微的比较接近于这个比较 Q 弹的口感。但是大家不要期待这个丸子哦会很像市售的，因为市售的加了非常多的这个食用胶哦，比如说最常使用就是这个卡德兰胶。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哦，对人没有什么益处的。好，同一个方向搅打哦，我们才可以让这个蛋白质的粘性哦增加，让它全部都吸到这个鱼肉的蛋白质里面哦甚至等一下还可以把它丢起来甩打哦。好，我们再陆续的把它们全部都加完哦。最后我们所有的粉浆哦，通通加完了，就分次的把它拌在一起哦。不用担心这个粉浆太多哦，因为其实这个蛋白质会吸收这个水分，还有这个粉类，让它做结合哦。等一下我们要静置在冰箱哦，大概30分钟哦，甚至到1个小时都可以哦。那等一下如果可以哦，大家甚至可以做一点这样的动作，就是捞起来以后甩下去。如果你不怕手沾，你也可以用手直接徒手。我是怕浪费很多的这个浆，所以我还是直接拿这个刮刀哦，有这个甩打的动作，它就会变 Q 哦，这蛋白质就会做一些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搅打的过程中哦，您发现这里面还有没有融化的冰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冰块含在里面哦，让这个鱼浆的温度不要升高哦，影响。好，那我们就盖上这个保鲜膜，那我们就准备放到冰箱冷藏室哦，冷藏至少30分钟到1个小时都可以哦。甚至呢，你也可以放这个隔夜也没有关系。像我现在完成了以后，我要准备明天呢再来制作，所以只要你基本上冷藏在冷藏室里，大概半天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准备一锅滚的水哦。那这时候呢，我们记得哦，不是这样子就要开始放丸子了。我们现在加上1碗的这个冷水哦。好，我们做这样的作用是因为我想有些朋友没有温度计哦。如果现在大滚再加上1碗水的状态哦，大概这样的温度就会是80度的上下。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温度计，那更好，我们就测试大概80到85度。左右的温度哦，那我们就可以来自制这个鱼丸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保持大概把火转小一点，大概中火就好了哦。我们让这个温度就控制在这个上下哦，然后我们不要让它再滚沸了哦。我们就是保持这样80度左右的这个水啊，我们就要把这个丸子一颗一颗的丢进去了。好，那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个丸子这个鱼浆哦，等于打好的丸子浆，我们就要准备来制作这个手工的鱼丸了。那我们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稍微的甩一下，就直接这样丢哦。我们让它的这个粘性哦更粘一点。那摔打几次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来制作这个丸子哦。那我们就记得拿1团的浆在手上，你可以用拇指一定要帮忙这样画，所以一搓，好，这样就是漂亮的丸子咯。我们就这样子一颗一颗的丢进水里哦。试一试啊，我们让它挤出来，用虎口帮忙推出来的丸子。好，这样就对了啊！看，如果你不用手，也可以用一个汤匙，我们放在这个凉水里哦。好，那我们一手用这个虎口就直接滑出来的丸子，我们就用这个汤匙拨一下，然后让它放到水里哦。那拨一下，这样就很圆，然后捞起来的丸子放进水里。好，这样制作出来的丸子就会这个卖相就会好看很多。一挤，然后拨一下，放进去，好，非常的圆哦。我们轻轻的放到水面啊就可以了。一挤出来，然后捞，
放。好，那其实你就一直泡在里面，其实无所谓，到整锅都做完了哦。我们再来测试给大家看怎么样的鱼丸是 OK， 因为现在是很软。等一下做好的鱼丸哦，摸起来它的这个表面哦结在一起的哦，是有个弹性。全部煮好了以后，我们可以丢到凉水里面哦。那里面没有完全煮熟没有关系，我们再示范一次，一拨沾水，然后一捞，这样就完成。再放进来，手拨一捞，放水里。OK 了，就很圆哦，一定要沾水，这样子下来的鱼丸哦才会很完整、很圆。那另外一个辨别这鱼丸煮好没的方法哦，就是我们全部都放下去以后哦，我们就让它稍微泡到它这个鱼丸哈，感觉都浮起来了，其实就是 OK 了。我们全部丸子都下去了，我们可以稍微动一下。好，大家你看，发现它很轻易哦。虽然呢这个内部的部分我猜应该是没有完全熟哦，但是其实这样子哦，大概已经泡成这个成型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摸起来呢，这个外面哦已经很 Q 弹了哦，不是软趴趴的哦。这样子其实呢，我们可以通通就准备起锅了。那起锅里面我们准备这一些的冰块哦。好，然后再加上一点的那个冷水哦。那我们准备把这个丸子哦，通通捞起来哦，就丢到这个。好，那这个剩下的这个汤哦，我们可以之后留下来作为高汤用哦，也很鲜，因为这个鱼非常的新鲜哦，所以我们这个鱼等于是鱼汤哦。那泡在这个冰水里面哦，变凉的这个丸子呢，我们可以准备呢一个密封的保鲜盒哦，把所有的丸子呢都装到这个保鲜盒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放置在冰箱冷冻哦，冷冻可以摆至少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哦。但是其实越新鲜吃当然是越好吃啦。那刚刚不一定是像我示范给大家看，你看这么弹呢。其实虽然没有市场的那么夸张的这个弹牙哦，但是其实也是非常软嫩这个 Q 弹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我们自己做的鱼丸的口感哦。那我也可以剥开来给大家看，也许碎里面并没有完全熟，但是大致来讲组织非常的这一颗是熟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组织哦非常的细密哦，而且重点是非常的嫩口好吃哦。大家可以看我这样子按它，很弹的这个也是很弹牙的鱼丸，而且都可以吃得到这个满口的这个鱼肉哦。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在家自己自制这个手工的鱼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在家手工自制鱼丸，非常有趣的手工自制鱼丸，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哦。